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採集卡。這款是華碩的 TUF-120，這款比較適合給 Mac 用戶採集 Switch 2使用。Switch 2現在的遊戲要麼是 4K 60帧，比如斯普拉頓，要麼是 1080P 120帧，比如密特罗德究極4。當然，以後會不會有遊戲在 Switch 2上以 4K 120帧運行，那就不好說了。就算有的話，我覺得也很少。這個採集卡的還出，它是目前剛好滿足 Switch 2的要求上線。它的參數大家直接看官網啊。說一下官網沒寫的重要信息，它只支持 NV12 和 YUY2 的格式。另外，它的外殼只有底部是鋁的，上面年代四周這一圈都是塑料。为什麼我沒選擇滿足要求的其他品牌呢？我先說一下打遊戲的最常用的2個採集卡品牌吧，就是伊卡图和元剛。先看一下這個伊卡圖，這是它的那個天貓店裡的賣的這幾款啊。本來有一個 Neo， 但是國內好像買不到還是怎麼着。反正在天貓裡面的話，它最低你只能買它的這個 HD60 啊，这個價格已經很貴了。帶還出的最低你就只能買這個 HD60。買這個品牌它有一個優勢，就是那個閃回錄製這個功能。然而這個功能搭配 Mac 是使用不了的，我是問過天貓客服的。然後再看一下元刚，這是元刚客服發給我的一張表格，是關於 GC553 Pro 這個型號。可以看到它支持的格式，除了主流的 NV12 和 YUY2，還支持 RGB 和 HDR 這些格式。但是在 Mac 上呢，這些格式很多都是用不了的。具體哪種分辨率可以用哪種格式，大家直接看這個表格就行了。所以基本上 Mac 用採集卡總是受到很多的限制。買大牌他們的功能也並非全能用得上。我最終選擇了現在這個採集卡。說一下選擇這款的好處啊。首先是它很便宜啊，我是天貓190的價格入手。我看了一下，現在多多上面好像有的在賣129这個價格的。這個首發價多少呢？我看到另一個主播的視頻裡介紹是首發999的售價，是2022年的視頻了。可能有的人會說呢，那有公版的 MS2130 和 R131這些才幾十塊錢。確實啊，追求極致性價比的話可以選擇。性能差距上應該只比這款少一個 NV12 格式下的 1080P 120帧的採集。但是我作為一個新手，我還是想買個所謂的牌子貨嘛。而且買它的第二個好處是它在 Mac 上有管理軟件可以用。給大家看一下，就這個，這就超越了很多的品牌和公版的採集卡。好多採集卡，如果你想升個固件，你用 Mac 是搞不定的，得找個 PC 插上去弄。雖然這個軟件的 Mac 版最後更新已經是2022年了，而且用它最多也就是改個燈效或者升個固件吧。但是有和無的區別，我覺得還是很大的，所以我覺得這款還是值得推薦的。那它有什麼缺點呢？首先，它不支持 HDR 和 RGB。如果你需要 HDR，那就不用考慮了。
RGB 呢，基本上是影響錄製，不影響直播。因為現在主流的直播平台還是用的 NV12嘛，而且我覺得，除非是畫質檔啊，錄製沒這個 RGB 也沒關係，效果上差距也並非非常大。因為它的原理我記得是刪除的都是人眼不敏感的顏色信息嘛。不過視覺觀感因人而異，有的人覺得差距還是很大的。如果你是畫質黨的話，那肯定会覺得挺大的。還有就是你想買到 Mac 上面能支持 RGB 的，那也挺難的啊。現在好像可以說是沒有。有的話請指點一下我補充。另一個缺點，它這個還出支持 4K 60帧，它还出支持 4K 60，但是它的采集只支持 1080P 啊。如果需要更高的分辨率，華碩還有其他2個型號可以選。就是這個和這個。我比較推薦的是這個 Pro。另一個它只支持 4K 30帧的這個採集，我覺得這個很尷尬。而且他們2個的價格在第三方平台是很接近的。Pro 在那個多多上面好像600多吧，就這款，這個價格不用看了，這個太離譜了。同樣，他們也僅支持 NV12和 YU-YR。Mac 的話沒事，因為買別的牌子也沒 RGB 格式可以用嘛。然後他們2個應該都是全金屬機身的，外觀上就更好一些，它這個燈效也更好看一些吧。還有一個缺點就是這個 HD120它是不支持可變刷新率的。採集卡的購買還是需要根據每個人的需求來決定的。比如你是使用 Mac 採集 PS5 需要 4K， 那我這款就不行了。又或者你用的是 PC， 那可以選擇的就更多，限制更少。另外我再介紹一款性價比很高的采集卡吧。叫做 HRD2900， 推薦給只需要 2K 採集的人。大概不到300就能採集 NV12格式下 2K 60帧。4K 60帧，我看它這個寫的只能以 MJPG 格式採集，這就不推薦了。MJPG 效果不好，最少還是需要 NV12。按畫質從低到高排名是 MJPG、NV12、YU-YR、RGB。另外有一些影視行業的采集卡我沒有做過深入研究啊，只是提一下，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看。它們的外形和接口很多不是為了直連遊戲設備而設計的，比如那個 BMD 的採集卡後面那種圓形的接口好像叫 SDI 串行數字接口，有的還自帶屏幕，像什麼阿童木的路基也有人拿來用於遊戲採集。這些東西都很貴啊，大家也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吧。這個視頻裡面說了很多的數據參數，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，還請大家指正。視頻內容就這些了，大家再見。